我堂堂陆家老祖，居然重生成了自己的后辈！杨彩纹蝴蝶瓶，清代乾隆年间，价值6000万。不错，洋彩加粉彩是个少见的。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彤彤，你怎么样？疼不疼啊？不疼，妈妈我没事。彤彤，你不结巴了？差点忘了，原生以前是个结巴。对，我好了。我就知道，一定是你爸爸在保佑你。天河，你在天有灵，有人想抢走你呕心沥血收集的宝贝，还想要了你女儿的命啊！李佳音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我那不命的弟弟已经死了。彤彤被他爸爸庇佑，已经好了。只要有龙血石，他就能顺顺利利的长大。大哥，算我求你了，你把龙血石还给我吧。哼，不可能！镇店之宝被带走了，我这还算什么古董店？再说了，他是好了，但是你是知道的，他根本不懂鉴宝术，没有鉴宝能力，他就不配得到古董铺子。彤彤他还小，他可以学，等以后他就会了。学？陆家的鉴宝术传男不传女，他怎么学？那你说，到底怎么样你才能把龙血石给我？想要我给你也简单，只要他现在的鉴宝术能超过我，二话不说，立刻把龙血石给你们。家宝斋我也可以不要。你疯了！彤彤还是个孩子，你怎么能让他和你比？不能比，那也简单。家宝斋给我，龙血石你们也别想了。你们两个有多远，滚多远！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不行！做不到就滚！谁说我做不到？不就是比试鉴宝吗？我陆青桐定了。你区一个5岁小屁孩，之前说话还是个结巴，根本没有学过鉴宝术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简直是贻笑大方！彤彤，他可是鉴宝大师，在整个海城都排得上名。你这么小，怎么能比得过他呀？哼，不过区鉴宝大师，我在世时都不敢在我面前说一句话，如今倒是在妇孺面前装起来。怎么，你不敢跟我比吗？好，既然你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3天后，我陆家将举办鉴宝大会，届时会邀请各大鉴宝大师，只要你不嫌丢人，尽管过来。彤彤，你又没有学过鉴宝，怎么和他比啊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连一个小小的鉴宝大师都比不过的。一言为定，3天后宴会厅见。彤彤，是妈妈对不住你，妈妈保护不了你。要是家宝斋落到了你大伯手里，你怎么用龙涎石救命啊？放心吧，家宝斋是爸爸散尽家财，用了他一辈子才建立起来的。龙涎石既然是救我命的东西，那我一定不会让它落在别人的手里。可是你又没有学过鉴宝，咱们去了也就是个被人嘲笑的，龙涎石还是拿不回来啊。嘲笑？被嘲笑的应该是他们。还有，龙涎石既然是救我命的药引子，那我一定会拿到。想我堂堂陆家老祖，更是世间唯一的天命鉴宝师。当年我凭借天赋黄金瞳，开创鉴宝世家。我在世时，所有的鉴宝世家都是唯我马首是瞻。区一个鉴宝大师有什么好怕？哼！我说，你们俩不如趁早滚回去，省得浪费大家时间。为了彤彤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不到黄河不死心呐！今天我不仅请了各位鉴宝大师，我还请来了海城鉴宝
排行第1的张大师。什么？你居然请来了张大师？那可是鉴宝宗师的人啊！传闻鉴宝宗师的眼力极佳，不仅能看穿一切赝品，甚至能通过物品感受制作的心境。我记得张大师很少出门，你是怎么请过来的？这就是我的人脉，以后也将是嘉宝斋的人脉。不可能，嘉宝斋不可能是你的。咱们走着瞧。今日，请诸位大师做个见证，并非我陆晴雨不近人情，非要为难他们孤儿寡女。实在是嘉宝斋乃我弟天河的全部身家，涉及古玩行当，靠的就是眼力。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和一个痴傻孩童守着这份家业，岂不是要败光我弟天河的心血？作为孩子的大伯，实在是不能坐视不管啊！哎，说的也对，陆家老大也是一片苦心呐。听说当妈的不愿意让人打锅看管，所以才有了今天陆家老大和幼童的比试呢。这简直是胡闹！陆家老大乃是鉴宝大师，一个小孩怎么比嘛？就是说嘛，当妈的太过分了，为了钱简直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胡说！天河的家产都是他一个人打拼出来的，什么帮忙管？你就是想夺了天河的家产！我实在是冤枉啊！各位大师，我与我弟天河的关系向来很好，我怎么可能故意私吞天河的家产呢？我觉得有道理。依我看呐，就让陆家老大帮助陆家老二管理家宝斋，等日后孩子成年了，还给孩子便是。今天的比赛就算了吧。不行，家宝斋里的龙涎石是要留给彤彤救命用的。大哥管理了家宝斋，龙涎石卖出去了怎么办？陆家老大，你就把龙涎石给他们不就行了？这实在不是我不给，龙涎石乃家宝斋的镇店之宝。你们都知道，家宝斋要是没有镇店之宝，这些宝物的灵气没法镇住，店铺真的要毁了呀！好你个败家的妇人，原来是抱着得不到就毁掉的想法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啊你！算了，既然你们不愿意，那就按照之前的规矩，鉴宝树上见真章。张大师，劳烦您做个见证吧。哼，无妨，我也是来凑个热闹。啊，各位，我乃鉴宝世家张家的掌门人，今天陆氏的鉴宝大会就由我给他们2位来做个裁判。天哪，陆家老大竟然把鉴宝宗师张大师请过来了。规则呀很简单，辨器选宝，下面呢7件宝物，真假参差不齐，你们2位要通过断代、辨伪、估价，谁最先从其中选出价格最高的宝物，谁就获胜。那么比赛开始吧。彤彤，大伯也不欺负你，你现在要是认输还来得及。不必了，我也可以让大伯一次。大伯先选。哼，好一个伶牙俐齿的无知小儿！今天我就让你输得彻彻底底。这几件宝物啊，初看外形都有意义，但若不仔细甄别，极容易打眼。这陆家老大是个有天分的。彤彤，你不用害怕，我昨天和爷爷说过这件事了，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就算你今天没有赢下比赛，你爸爸的产业也不会落到别人头上。放心吧，我拥有黄金瞳，古董宝物在我眼中如同透明，只一眼我就能看出它的来历和价值。要是这样我都输了，那我干脆不用活了。清代乾隆年间黄彩百花瓶仿，现代景德镇制品，价值约800元。汉代和田白玉螭龙佩真，气色自然，雕工流畅，价值约120万元。怎么样，彤彤，
看出什么门道了吗？大伯安心，看自己的就好。你，陆青桐，说起来这也是你第一次接触剑宝，要不要我给你指点两句？不劳烦大伯了。这画你可选礼堂笔意的山水画，可惜是明末的仿品，不过比例尚可，价值50万吧。你要是给这个，输的不至于那么惨。这仿版无论是线条走向还是用笔力度，都和原画有明显差异，一个明显的高仿，这小子能看出来倒也不稀奇，也不知道在炫耀什么。不必了。哎，这个东西我已经选中了。彤彤，你既然擅长鉴宝术，那就看看别的吧。西装青铜有针，造型庄重，纹饰繁密，价值2300万元，这倒是个好东西。不过也没必要这么防着我一开始就没打算拿这个。这上面最珍贵的，估计就是那青铜釉了。纹饰布局对称，工艺手法多样，无论是它的艺术风格，还是锻造水平，都有价值。看来这陆廷宇知识扎实，经验丰富，居然能这么快分辨出场上什么是真宝物，真是厉害呀！林佳音，我早就劝你不要买，你不听。等会儿你女儿要是选了一个假货，你可怎么收场？不会的，彤彤是陆家正儿八经的孩子，还有陆家老祖的鉴宝天赋，一定不会输的。陆家老祖的鉴宝天赋，林佳音，你真会说大话，连我这个大伯都不敢这么说。一个傻子随口瞎说的，你居然当真了？当然，彤彤说的，我当然会信。也是怪了，彤彤刚才说话的样子十分笃定，让人听着就想信。彤彤，咱们真的要去吗？当然去，嘉宝斋是爸爸散尽家财，用了他的一辈子才建立起来的，里面的每一件古董都是他的心血，一定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。可是你又没学过鉴宝，咱们去了也是个被人嘲笑的。嘲笑？被嘲笑的应该是他们。彤彤一定可以的。哟，你这是准备放弃了？陆青桐，你就是瞎选，也不至于选一个破匣子嘛。你不如听大伯我的话，就选那幅仿画吧，好歹也是个正经物件，起码也值个50万。我选什么与你无关。哼，我好心提醒你，就是怕你丢我们陆家的脸面，你却不听，浪费我的良苦用心。这个破匣子一看就是凑数了，也就只有你这个傻子会选。是吗？清代乾隆血青玉匣，内用乾隆玉上的羊脂白玉，总价值。陆青桐，你干什么呢？一惊一乍的，拿这个破匣子这么长时间不松手。你放心，没有人会抢你这个傻子手中拿的破烂货。我原本以为你是有些真才实学的，没想到……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有些人错把名目当珍珠，还在那里沾沾自喜。陆青桐，你好，我记住你了。我认为全场价值最高的就是我手中的青铜釉。这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釉，大家看这釉色层次分明，再看这底部的铭文，线条清晰，绝对是个老物件。我估计价值2300。陆家老大，你好眼力。陆青桐，你输定了。张大师，既然胜负已分，那还有什么要等的？赶紧宣布结果吧。很明显，这场上价值最高的就是陆家老大手里的青铜釉，这小孩啊，输定了。直接宣布结果吧，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就是，
大家时间都挺宝贵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宣布，这场比赛的冠军是青铜啊！怎么，看出什么了？他能看出什么呢？最值钱的已经被选走了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场比赛就算了，也算是给陆家老二一家留一些脸面。可惜啊，有的人给脸不要脸呐。比赛还没有结束，你们没必要这么着急。那你说说，你认为什么价值最高啊？我认为这个木匣子价值最高。你看，真是开玩笑。我就说嘛，这么小个小孩，他能看出什么东西？哼，这不是胡闹吗？小姑娘，你确定这可不是玩的？选定了可不能改了。彤彤，妈妈相信你。我就选这个。你还真敢选呐！抱着一个破匣子这么长时间，你还不嫌丢人？要我说，直接下去吧。小丫头，上面这么多珍品宝物你不选，偏偏选这个连赝品都不如的破匣子，你简直丢尽了我们鉴宝世家的脸！我看呐，这陆青桐就是个搅屎棍。好好的比赛，他倒好，来这凑起热闹来了。凑什么热闹？这里是鉴宝大会，且是他玩的地方。你这个败家的娘们儿，连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，还敢惦记陆家老二的家产？我与天河是夫妻，不是我惦记天河的家产，而是那家产本来就是我和彤彤的。你可真是牙尖嘴利呀！喂，我说，身为裁判的张大师都还没有说什么，你们两个在这里说什么？好，那就请张大师来鉴定。不赌，我们也正好打个赌。如果张大师说这是假的破烂货，那么我请弟妹下跪道歉，并且把家宝斋给我，从此与家宝斋再无关系。陆晴雨，你太过分了！彤彤，按照你的想法来，妈妈相信你。这小子是真欺负人，如果不是我穿过来，真不知道这对母女会被欺负成什么样子。不过好在老祖我过来了，这黑心小子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。那如果这木匣是真品呢？这你就放心吧，它绝对不可能是真的。如果是真品，那我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好，成交。张大师，劳烦你做下鉴定，也好让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早早死心。一个破烂东西有什么可看？算了，陆家老大，就当是给你个面子。多谢大师赏脸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宝物，没想到就是这么个破烂玩意。材质是低劣的3枝木，纹饰也粗鄙，依老夫看就是清朝的民间旧物，其价值不过。听到没？张大师金口玉言，这就是个垃圾。张大师都发话了，这还能有假？这孩子真是，唉，自取其辱。不懂装懂，争强好胜，丢尽脸面，还不赶快滚下去，免得站在这里误了大家的眼。陆青桐，听见了吗？张大师的话就是权威，破烂货就是破烂货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也就是你这个傻子抱着破烂当珍宝。李佳音，还不快履行赌约，给我跪下道歉！你着急什么？这木匣子张大师还没有看完呢。黄口小儿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质疑老夫。老夫在这个行当里成名的时候，你爹娘只怕还未出世，就这么个破木头，我还看不出好坏吗？是吗？混迹古玩界40年，不知道木匣子的作用吗？你怎么跟张大师说话？无知小儿，你竟这般无礼，不敬长辈，满口胡言，这就是你的教养吗？我倒想看看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既然是木匣子，那就是用来放东西的。既然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打开看看？你的意思
是老夫看走眼了。这个破魔匣子，老夫一眼就能看穿，里面除了一些蛀虫的尸骸和经久的灰尘，还能有什么？难不成他还能给变出金子来？你竟敢质疑老夫！是不是质疑？张大师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今日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才叫真正的眼力。陆青桐，你说的让我们长见识，就是这么长见识。哎呦，我还真的长了好大一个见识，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。陆家小儿，你胆大包天，竟用这种拙劣技来戏耍老夫！老夫在这款剑纵横数十载，谁人不敬我3分？今天被你这无知鼠辈当众戏耍，真是奇耻大辱啊！李佳音，看看你女儿干的好事，得罪了张大师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还不快给张大师跪下磕头赔罪，否则我师母都是错。没错，必须跪下。张大师德高望重，岂容你们如此侵辱？今日不跪到大师起箫，日后陆家休想在古玩界立足。张大师，我对不住。如果真心悔过，那就跪下磕头，否则一切免谈。好，只要你能不计较小儿的童言童语，我愿意下跪。不，妈，肯定是因为什么事情我没有想到。你等等，我马上就想到了，这里面一定有东西，我肯定能打开的。你看看，满口胡言，死心不改，这就是你们的诚意吗？看来你们是铁了心要和我张某人作对到底了。别，张大师，我跪，我现在就跪。彤彤就是个小孩子，您别和他计较。慢着，我想到了，肯定是因为时间太长，机关失效才会这样的。青桐，你还在装，没完没了的是吧？脸皮怎么这么厚？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你这个当妈的在这里乱叫。不是我没有。还敢在这里狡辩？住手！事情还没有结束，不必这么快下结论。小小年纪装什么高深莫测？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说出什么废话来。就是惹恼了张大师，老老实实道歉就好了，非得装得这么厉害。也不知道逞什么强，小小年纪就虚荣心这么强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猜测这匣子的机括历经100年，内部簧片或许因湿气或微尘导致一时卡滞，外力按压已然无效。但是我很确定，这匣子里面有东西。装神弄鬼，这就是个普通的破匣子，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是吧，张大师？好，就算如你所说，那又奈如何？难不成你让他凭空打开？给我1分钟的时间。果然机关坏了，正常开锁既然行不通，那就换个方法开锁。你们谁有小刀？麻烦借我用一下。这小兔崽子邪门的很，难道这匣子里真的有东西？不行，不能让他得逞。陆青桐，胜负已分，你还在这里戏耍人家，浪费大家时间。我现在就把你这个破匣子给你摔了，看看你还怎么嘴硬。你敢？这匣子里面可是有好货的，摔碎了10个你也赔不起。哼，我有什么不敢？陆青桐，现在就摔给你看！不要！不要！乾隆御赏！天哪，竟然是乾隆御赏！这玉质是顶级的和田羊脂白玉，这是真正的乾隆御赏随身玉牌呀！是赏赐给那些功勋卓著的重臣和皇室子弟，存世极少。这木匣竟是玉质收纳此玉牌的密匣，其价值何止千万呢！个没见识的败家子儿，你竟然把它给摔了！不是，我不知道啊！我的天哪，
也就是说，这个匣子值1个亿。这么一说，陆晴雨岂不是输了？何止啊！他毁了御赐的匣子，就这么不识货的人，还妄想要贾宝斋，简直做梦！愿赌服输，陆晴雨，从今以后，我爸爸的贾宝斋和你再无关系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怎么会输给你这一个傻子？陆家老大，张大师都鉴定过了，这丫头找的东西价值1个亿，而你找的只有2000万。按照约定，贾宝斋的归属自然与你无关了。不对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有问题，他肯定是蒙的。大家想一想，他陆青桐之前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？他一开始连说话都不利索，这才过多久？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懂这么多鉴宝知识，还能找出连张大师一开始都没有看透的隐秘机关？这根本不合常理。没错，陆家老大说的对，我也感觉有猫腻。他肯定是蒙的，说不定他们母女俩一开始就知道这匣子的秘密，故意合起伙来坑害我。好啊，你们母女俩演了一出好戏呀！你血口喷人！这儿的场地和人都是你找的，我们怎么可能有时间提前了解这木匣子？陆晴雨，输不起就直说，没必要找这些拙劣的借口。哼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张大师，刚才是我鲁莽了，我也确实不知道这匣子里有东西，就连你也没有看出来，但是他陆青桐却看出来了，这正常吗？或许是这位小友天资卓绝，也不是没这种可能。我记得老祖当年就是这样，天生就是鉴宝的天才，5岁就能鉴宝。这么看来，老祖和这个小姑娘倒是有几分相似。以前根本没有人敢质疑我，现在，罢了，不知者无罪。老祖我大度一回，今日就原谅这莽夫。陆晴雨，既然你感觉我是靠运气，那我们再比一局。还要比？这陆青桐妹妹也太妥当了吧！刚才陆小丫头是靠运气赢的，再比一场的话就赢不了喽。说的真的？小友，既然胜负已出，你能侥幸获胜，已经是很好的运气，没必要再多生事端，故意逞强了。我没有逞强，我既然能赢他1局，那我自然就能赢他2局。好大的口气，陆青桐！刚才你凭借运气侥幸胜的，这一次你绝对不会再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不过，既然要再比，之前的赌注就不作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嘉宝斋本就属于我父亲，赢回来那是理所当然。想要再比，赌注自然就要换点别的。若我赢了，我要你陆晴雨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妈妈道歉，彤彤，并承认你之前想要独吞嘉宝斋的事实。好，我同意。但是如果要是我赢了，我要你们母女俩亲自给我跪下道歉，并且把嘉宝斋双手放上。好，彤彤，咱们真的要比吗？不然咱们就放弃吧，反正陆晴雨已经输了。他虽然输了，但是他并不甘心，还想着对付咱们呢。不如让他一次就输得彻彻底底。陆青桐，既然赌约已经成立，那比赛就直接开始。好，既然再比，我们就比最基础的辨伪。但是这一次，你们要详细的说出分辨真伪的原因，包括他们的名称、年代和特征。至于评判标准，就以斤为上，如何呀？我没问题。我常年钻研鉴宝一道，论技巧，我可能不如别人，但是论基础，我一定是最好的。这次定要让这个黄毛丫头给我见了面。我也没问题。老祖我学习鉴宝的时候，
你们还没出生呢，跟我比基础，哼！好，大家看好了，这是第一件藏品。刚才你赢，算你侥幸。这第2场比的是真才实学，我看你的运气撑多久。这就不必大伯费心了。此物乃唐代青玉观音，玉质温润，雕工流畅，观音姿态端庄，衣纹飘逸，正是初唐时期的珍品无疑。市场估价大概800万左右。没错，这金玉玉观音像包浆自然，净色入骨，绝对真品。这下陆家老大这把胸有成竹了。大伯说的有点道理。陆青桐，你不要跟在我后面浑水摸鱼。我们要说的是来历和分析，区区有道理3个字就想打发我们？我劝你啊，真的在头上算了。大伯不必着急，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。运气这种东西，终归是歪门邪道。你看，让你说个年代，你都说不出。看在你叫我一声大伯的份上，有什么问题就问你，我呢就大发慈悲，好好教教你。我看这观音面庞丰腴，眉眼慈和，体态雍容。请问大伯，为什么我记得初唐造像风格偏于清瘦啊？此物乃唐代青玉观音，玉质温润，雕工流畅。观音姿态端庄，衣纹飘逸，正是初唐时期的珍品无疑。市场估价大概800万左右。刚才说初唐，是我一时语快，说错了人家。陆金虎，你要想赢我，就得说出点真东西，少在这故意挑刺儿。大伯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800万少了，这观音至少要1500万。不可能！不管唐代什么时候，区区玉观音像，怎么也用不了1500万。是吗？那如果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玉观音像呢？大家请看，这莲花的形态和寻常的制式不同，是永兴寺独有的9转轮回莲。据历代名画记载，永兴寺是唐代宫廷玉器作坊之一，专为皇室服务。什么？如果是永兴寺规制，那这玉观音像，怕不是某个公主礼佛所用供器啊！这要真是宫里的东西，那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可远非800万所能衡量的。这玉观音像至少2000万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大伯不信，自己去看呀。真的有字啊！对呀。小兔崽子，别得意，3局2胜。第1局是大伯故意让你，省得下面输得太难看。好个陆家老大，脸皮这么厚，等着，老祖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好，这第1件藏品陆小有胜。接下来我们看第2件藏品。陆青头，这一次大伯可不会再让着你，你可一定要全力以赴。好啊，大伯不要再故意让我了。哼，牙签阻地。明代官窑季兰和运连纹瓶，釉上彩绘，色彩鲜明，价值3500万。此瓶乃明嘉靖官窑季兰和运连纹瓶，釉上彩绘，画意豪放，是嘉靖朝彩瓷的典型特征。而且这瓶身的釉面宝光内敛，花纹繁杂，材料更是深入胎骨，定是珍品无疑。
价值当在3000万以上。的确，这计量和运连纹瓶，器型规整，彩釉亮丽，画工豪放，的确是家境官窑，更是不可多得的精品。我估价3500万。这两人说的都一样，陆家老大先说的内容多一些，可陆青铜说出了具体估价，这一局到底谁胜谁负啊？这两人说的都一样，陆家老大先说的内容多一些，可陆青铜说出了具体估价，这一局到底谁胜谁负啊？就是啊，一个先说的多，一个后说的准，还真的没有办法分胜负啊。大家说的都有道理，依老夫看啊，不如这个，我们这局就算平局吧。这怎么能算平局？我比他说的多，而且价格我也说对了。无论如何，这一局也该算我赢了。唉，居然跟我一个小孩子耍起来了。这陆家呀，后继无人，我看是要完了。幸好老子我来了。大伯刚才让了我一局，那我也让大伯一局。什么让不让的？陆青铜，我动手指头就能碾压你。我赢的是光明正大，可不像你这种耍小聪明就能比他过的。还有一局呢，大伯话说的还是不要太早，免得被打脸。简直笑话！陆青铜，我可是剑宝大师，刚才只是没有用尽全力而已，还让你靠着运气来到了第3轮。这一次就让你认清现实，你这一辈子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我弟弟的家宝斋，劝你也少惦记。有意思，这说的完全就是我的词儿。要不是老祖我没有用尽全力，你陆晴雨怎么可能来到第3局？既然这样，那咱们第3局见。好，这最后一幅藏品是一幅简单的画，请诸位鉴赏。画呢，要慢慢的看，我会多给你们些时间。陆青铜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一局我赢定了，一会儿我等着你给我跪下磕头。大伯还是这么自信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大伯还是赶紧看画吧。张大师，我看好了。很好，鉴宝迅速，不拖泥带水，看出来你的基本功很扎实。说说看吧。诸位，此画乃明代中期浙派高手仿唐人笔意的《仕女游春图》，线条遒劲有力，一纹上有钉头鼠尾的遗风，正是浙派特色。而题材和人物造型又追逐唐代张轩风余之美，绢色陈旧，包浆自然，确实真迹无疑。此画虽然不是唐画，但作为明代浙派的精品，不仅主题罕见，而且保存良好，其价值亦是不菲。我估计市场价值应该在1200万。这一次我把什么话都说了，估价也说这么详细，我看你还能说什么？好，连一文处理都看得这么仔细，陆家老大真是慧眼啊！不愧是陆家长子，功底深厚。这下陆青铜怕是输定了。青铜侄女，这话脉络清晰，年代明确，你要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，不如直接认输。大伯我也可以理解，毕竟你年龄尚小，经验不足，运气再好也是有限的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不错，陆小友，鉴宝一途，博大精深。若是只靠运气这种旁门左道，终究不行。你回去还是要多读书啊！听见没有，张大师金玉良言。林佳音，看看你教的好女儿，除了嘴硬还会什么？简直丢尽天河的脸！
张大师都这么说了，难道陆青桐一开始都是帮的？我就说嘛，一个黄毛丫头，毛都没长齐呢，能有什么本事？不是的，彤彤不是靠运气，彤彤是有实力的。彤彤，妈妈相信你。妈妈放心，别说鉴宝大师，就连鉴宝宗师我都没有放在眼里。赢他这场比赛，对我来说轻而易举。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简直狂妄至极。我不是狂妄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个鉴宝宗师的水平有点低。彤彤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污蔑老夫的名誉！张大师，您消消气。这样，你可以记恨他们，但是不要记恨我们陆家呀。我弟弟一死，他们两个跟我们陆家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哼，还是你陆家老大明事理。这陆家小儿看不上老夫，那这比赛就早点结束吧。我宣布，这场比赛，陆晴雨获胜。听见没？废物就是废物，靠着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歪门邪道，就在这里大放厥词。现在我立刻要求你们两个给我跪下磕头，否则我让你们出不了海城。两位，你们是不是宣布的太早了些？我还没有发言呢，比赛怎么能结束呢？陆青桐，我看你的手病还是没好。刚才我已经把能说的全说了，你还发什么言？浑水摸鱼的招数已经没有用了。是吗？可我觉得大伯说的不对。好啊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最好能说出有用的东西，否则我让你出不了这个宴会厅的门。这幅唐人游春图你说的很完整，我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。但是这并不是一张普通的唐人游春图，这幅画的上面只是伪装，而这幅画的下面还隐藏着一幅真正的画。小贱人，给脸不要脸，跟你那个妈一样不识抬举。中画，我呸！我和张大师经营此道数十年，都没有看出来，反而你倒是看出来了。难道我们还不如你这个懂事未干的小黄毛丫头？学了数十年才知道一些皮毛，你们确实不如我。好，很好。老夫活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还能遇见你这么个死性不改、冥顽不灵的小孩。大师，消消气。那个小兔崽子，你看把张大师气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目无尊长，满口胡言。今天我就替我那死去的弟弟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住手！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李佳音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跟我抢家宝斋，看你是活腻了。住手！陆晴雨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好，说。你要是说的是真的，我陆晴雨当场就把这个桌子吃掉。你要是说不出什么来，你们母女俩给我跪着，从宴会厅爬出去。好，你给我看好了。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要毁了这幅画吗？那个小兔崽子，你真是想败坏我们陆家的产业呀！你自己看。啊？什么？真的是画中画？这还是开元时期殿前朝会的场景呢。没错，唐代开元盛世万国朝会图残卷，虽不完整，但其艺术意义与历史研究价值无可估量。仅以市场论，保守估计也得10个亿以上。大伯，你又输了。不可能，这正常人谁能想得到啊？你不行，不代表所有人都不行。这陆晴雨居然又败了，唉，真惨呐！居然连他5岁的小侄女都不如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画中画，陆青桐，你毁了上面的画。陆青桐，你毁了上面的画，你毁了明代真迹，你这是在破坏文物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还好老子我流利上。大伯多虑了，
这层明代颜料是特殊调配，遇水即化，等化干了，表层的唐人游春图便会重现。我只是暂时用清水洗去伪装，让真相大白，怎么能说是破坏文物呢？不会的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技法？大伯，平时让你多看书你不看，现在好了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啊。我听过这种技法，据说耗资巨大，所以市面流传的真品很少。这么说来，这幅完整画的价值不可估量啊！竟然是画中画，用一幅唐人游春图隐藏住下面真正的珍宝，既做保护，亦做传承，妙啊，妙啊！护法神藏图表面为唐人游春图，明代中期这派仿唐人笔意的仕女游春图，线条遒劲有力，绢色陈旧，真迹。里面为开元盛世万国朝绘图残卷，用于研究开元盛世，价值不可估量，总价值超30亿。绝对不可能！这下面的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价值啊？陆家老大，看来你这数十年的学习，还不如你个小女孩看得透彻。就说嘛，一局之内能输2场。看来这陆家老大也是徒有其表。这么看来，这幅画真正的价值至少要30亿了。不，只怕是有市无价。你们这是在合起伙来坑骗我呀？什么画中画呀？这下面的画怎么可能那么值钱呢？真是无知！这画中的建筑结构、各国服饰、冠带和贡品，哪一个没有参考价值？这幅画不仅反映了盛唐的国际地位，也是极少的宫廷画。历经1000年之久，很多盛唐的文献缺失，你知道这能补充多少缺失的历史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野丫头骗子？我不服！陆晴雨，你讲不讲道理？彤彤已经和你比了2次，都是你输，你还有什么不服？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人说过，如果我说对了，就把这张桌子你吃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要算话。陆家老大，就是，咱们做古玩生意的，讲究的不就是个诚实吗？都别过来！金童，救命的龙仙石是真正的石头，是宝石，是再对一下，我现在就把它锤得粉碎！龙仙石，陆晴雨，大哥，你一定要冷静，这是彤彤救命的东西，你可千万不能把它摔了！闭嘴！现在知道求我了？你刚刚不是挺硬的吗？装什么装？是我太硬气了，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千万不能丢了龙仙石。道歉要有道歉的样子，站着道歉有什么诚意？给我跪下！陆晴雨，你什么你？谁教你这么没礼貌的？跟你家大人就这么说话？彤彤他还小，不懂事，你别和他计较。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是我跟你计较，你给我跪下道歉。好，我跪。妈妈不要。彤彤，你放心，妈妈不会不管你的。我说，还等什么？不想救你女儿了？我跪，我跪。妈妈不要，大不了我不治了。傻孩子，妈妈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跪。这才对嘛！道歉就要有个道歉的样子，给我跪好了。什么时候说能起，你才能起来？接下来我问你问题，要是答不上来，我就摔了这东西，你也别想活。彤彤，答应他，你不能没有龙仙石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第一个问题，陆家祖训，鉴宝术传男不传女。你身为一个女儿身，怎么懂得这么多鉴宝知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陆家还有传男不传女的祖训，谁跟你说的女儿身就不能学习鉴宝了？放肆！陆家族规，
也是你能质疑的。彤彤，好好说。既然这样，那我问你，陆家祖训第3条是什么？第3条，陆家祖训第3条，鉴宝之术，不分男女，合者居之。你篡改祖训，德行有亏，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陆家人。胡说八道！我是陆家长子，自幼就开始学习鉴宝术，年纪轻轻就成为鉴宝大师，我怎么不配？鉴宝大师？可笑！你就连最基础的观气变物都做不到，脱水成化，你更是听都没听说过。你这样的人也配称为鉴宝大师？好你个小杂种，我差点被你绕进去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又熟读陆家家规，来听听第2个问题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当年我陆家老祖凭借绝学鉴宝8绝，叱咤整个鉴宝界。当时所有剑法世家都以他为尊。接下来我问你，我们陆家失传已久的鉴宝8绝，最后3绝是什么？别说出来，我要你现场示范出来。鉴宝8绝最后3绝早已失传100年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？陆家的鉴宝8绝，当年仅凭前5绝就足以辨别天下奇珍，后3绝更是玄妙无比。陆家老大这要求太过强人所难。自明末战乱后，世上再无人见过完整8绝。陆青头，你不是伶牙俐齿，挺能说的吗？这一下，看你还能说什么？失踪100年的绝学，怎么可能重现？彤彤，怎么办？鉴宝8绝是我早年随口说的几个鉴宝小技巧，没想到就这么被几个小辈记了下来，还奉为珍宝。陆晴雨啊，陆晴雨，想要刁难到我，下辈子。你要是说不出来，我可把龙仙石给摔了。大伯，你可听好了，这鉴宝8绝第6绝旺气，第7绝听灵，第8绝溯源。既然你听一遍听不懂，还想看演示，那我就亲自演示给你长长见识。你可看仔细了。此瓶胎体泛紫，正统永乐官窑，釉面流转的不是普通包浆，是600年前匠人留下的匠气。听见了吗？他正在诉说当年烧制时窑工们唱的祭窑歌。最后是溯源，永乐3年，郑和船队带回的苏麻离青，由督窑官张守仁亲自调配。他竟然真的说出来了！天哪！不用官宝，不用探宝，不借用任何工具，就能把宝物的特征说得如此详细，这就是鉴宝8绝的威力吗？鉴宝8绝竟然这么厉害，难怪当年那么多鉴宝师愿意追随陆家老祖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是祖籍中记载的完整8绝，我陆家早已失传，这世间应该没有人会才对呀！我明白了，这些都是你编的。如果是以前，这世界确实没有人会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我回来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回来了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装了，不妨告诉你吧，我就是陆家老祖。你是说你就是我们陆家那个几百年前就做古的陆家老祖？彤彤，老祖宗已经仙逝多年了。诸位都听见了，这小丫头为了骗家产，连这种鬼话都编出来了。我没有骗人，我就是陆家老祖，那个开创鉴宝世家的天级鉴宝。我呸！你要是陆家老祖，那我就是玉皇大帝。就凭几句鉴宝口诀，就想冒充我陆家老祖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彤彤，别说了。好，那我请问，匣中窥宝，泼水成化，鉴宝8绝，这些连鉴宝宗师张大师都不知道的东西，为什么我知道？这些都是生僻术语，我们不知道也正常。谁知道你是不是从哪本《山野杂记》里抄来的？
也是，这东西也就听起来高级，实际上很难遇到。这也确实有些旁门左道了。正统的鉴宝术却被你们说成是旁门左道，真有意思。陆青桐，我警告你，我陆家老祖那样的人不是你能冒充的。我不是冒充，不信你可以随便提问。好，那我问你，若你真是我陆家老祖，那我陆家老祖的绝学是什么？老祖，我绝学这么多，我哪里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呀？你怎么不说话？连我家老祖的绝学都不知道，还敢冒充我家老祖？那还不是我的绝学太多了，想不起来罢了。哼，试问天下鉴宝师谁人不知道我陆家老祖的绝学是什么？我知道，这陆家老祖的绝学就是传说中的天眼鉴宝术。传说老祖眼泛金光时，则为开天眼，这时候老祖就能一眼看出宝物的真伪和价值。世人都称老祖拥有天眼鉴宝的能力。没错，若你真是我家老祖，岂会连自己亲手创立的天眼鉴宝术都使不出来？什么天眼鉴宝术？我那是黄金瞳。哈哈，编不下去就开始胡诌了。族谱上白纸黑字写的天眼鉴宝术，你连名字都能说错。天眼只不过是我对黄金瞳了解不深，随口起的名字罢了。后来知道它全部用处，也懒得改名字了。再后来，大家就一直这么叫了。荒谬，简直真荒谬！我也不知道你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多谎话，撒起谎来更是面不改色。你之前能赢我，原来靠的是撒谎啊！我还以为遇到了什么高人，没想到就是个信口开河的骗子。我就说嘛，一个10几岁的黄毛丫头，怎么可能懂得比张大师还多？原来是靠编故事蒙混过关呢。陆家的脸面都被这小丫头给丢尽了。说，是谁让你冒充我家老祖的？冒充？要不是我是你老祖，凭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我早收拾你了，也不会让你蹦跶到现在。少给我装模作样！我家老祖已经死了上百年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我家老祖。爱信不信，现在把龙涎石给我。龙涎石，龙涎石虽是我家宝斋的镇店之宝，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具体作用。但我不信，它就只有给傻子治病这一个用处。你说，你既然是我家老祖，那就请你鉴赏一下它的真正用途。这不是我当年用它喂养茶具的东西吗？彤彤，这是救命良药，也是我们家宝斋的镇店之宝，怎么会是你喂养茶具的东西呢？这东西确实有温养经脉的作用，不过也是因为常年受了茶气的浸润，偶然有的附加功效。你放屁！什么温养茶具？忽悠谁呢？这龙涎石在我家宝斋传了3代，从来没有人说过它与茶具有关。你竟用这种拙劣的谎言玷污这宝贝！这石身上的浅褐色斑点就是证据。这些斑点不是污渍，是陈年普洱的茶渍，浸了足足30年才有的色泽。好像确实是茶渍。可之前你每次喝了掺龙涎石粉末的药，身体都会舒服很多呀。那是因为它常年吸收茶气，顺带养出了温养经脉的功效。不可能！这石头一定还有别的用处，你是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在这里胡诌诌。小兔崽子，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！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这龙涎石内含乾坤，我当年寻得它时，曾用秘法在里面藏了我一滴精血，深埋石心，非黄金瞳不可见。小友，不，前辈，此事关乎重大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当场验证？简单，用相同精血把它引出就行。相同的精血，也就是说要陆老祖的精血。我是不是陆家老祖，你们可看好了。啊！内含乾坤，石中藏血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难道他真的会天眼鉴宝术？黄金瞳，用之金光，洞彻九幽，名遍万古。如果刚才没看错的话，你的眼中
刚才放出了金光了。黄金瞳是我的绝学，这天底下除了我，还有谁会？啊！老祖在上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。晚辈叩见老祖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若有冒犯，请老祖降罪。老祖在上，小辈今日得见老祖，实乃三生有幸啊！他真的是顾家老祖，真的是陆家老祖，真的。对呀、拜见陆家老祖。免礼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老祖宗，这，陆晴雨，你可知罪？我没错，家宝斋本就该传男不传女。你篡改祖训，谋夺家产，还想害彤彤的性命，你真敢说自己没错？当年我立下祖训，鉴宝之术不分男女，得者居之。你为一己私欲篡改条文，霸占亲弟遗产，为了夺取龙涎石，你不惜重伤幼童，罔顾血亲，还敢说你没错？不是我没有想抢我弟弟的遗产，我只是想帮忙照看。我们都亲眼看见了，老祖在此，你还敢狡辩？哼！既然你不知悔改，从今往后，陆家再无你陆晴雨，陆家的鉴宝术，你以后也不能再用。老祖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吧，我一定知错就改。鬼迷心窍。对呀，老祖，求你看在我也是陆家血脉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以后我一定好好对待嫂嫂，再不贪图弟弟的遗产了。现在知道讲血脉亲情了？这，我该死，我朱勇蒙了心，我该死。求你给我个机会吧，我一定改过自新的。改过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安排在家宝斋的那些人手，这就让他们撤走，立刻让他们撤走。我错了，你就让我将功补过吧，我一定知错就改的。可以，但是你的鉴宝术我是一定要废掉的。不行，老祖宗，没有了鉴宝术，我以后还怎么在古玩界立足啊？老祖宗，我求你了。我的头，好痛！我的鉴宝术，我的鉴宝术，我的鉴宝术！好一个心狠手辣的老祖，居然直接废除我苦学多年的鉴宝术，该死！把龙涎石给我，这样你还是陆家人，陆家还会养你后半辈子。这样你没了鉴宝术，你也能活。龙涎石。我给你，好。什么老祖，都给我去死！当心，老祖小心！果然狗改不了吃屎，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！我给过你机会，放开我！凭什么？我经营陆家这么多年，凭什么你一句话就拿走我的鉴宝术啊？就凭我这双黄金瞳，凭我是你陆家老祖，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毁了我呀！不是我毁掉你的，是你自己毁掉你自己。陆晴雨，望彤彤还叫你一声大伯，你就这么对他？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想杀了他！该死！你们都该死！家宝斋这是我的，你们凭什么跟我抢属于我的一切？家宝斋从来不属于你，它一直是天河的私产。而且我告诉过你，只要你把彤彤的救命药龙涎石还给我，你可以继承家宝斋。是你自己贪心，什么都想要。你就是个贱人！我那弟弟就是被你克死的，你个害人精！你胡说！多说无益，报警吧！你们要报警？你敢？好，你们等我出来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